本能的我们从那个文化习得的那种习惯，可能还是想去push一下，去推一下，想让他尽快的去完成，可那个我们也更容易的去感受到这种同辈的压力，觉得其他小孩都戒了，他为什么不能戒？我们还是也挺着急的。对，是的。大家好，我是金鹿。大家好，我是文武。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两个爸爸养娃记。今天这期视频呢，跟大家聊一聊燕燕戒尿布的故事，我们是怎么做的，以及我们的一些感受和收获。那事情呢，要从大概去年圣诞节的时候开始。那个时候呢，燕燕已经3岁半了，他们班里面大部分的小孩都已经戒尿布了。燕燕是不是唯一一个还穿着尿布的？我觉得应该是少数的，最多还有2-3个小朋友跟他年纪差不多的，可能稍微比他还大一点的还没有戒尿布，其他的都已经戒了。对，然后那个时候老师一直跟我们说不着急，说你不要 push 他，然后不要给到他压力。但是我们从心里面呢就开始有一点着急了。那因为什么呢？一方面就是说今年秋天开学的这个季节，我们就原计划就准备给燕燕送到公立幼儿园的中班，就是所谓的叫 TK Transitional Kindergarten。那到公立的幼儿园呢，就不像现在的这个所谓的 preschool 和 daycare， 这边有老师专门会帮你擦尿布，帮你换尿布，帮你擦屁股。那你到那边的话，就不会有人去帮你去换尿布了。所以如果是按照那个计划的话，燕燕必须得学会，必须得拿掉尿布，必须得学会自己擦屁股。但是老师给到我们的建议呢，一直都是说不要着急。然后他也给了我们一些关于 party training 的一些资料，他上面他都不说 party training， 他说叫 party learning。 他说是完全是从小朋友自己的角度来出发。他说这件事情呢，你不是 train 的结果，不是说因为 party training 是从家长的角度出发，说去怎么去训练小孩让学会使用马桶。他的角度是说从小孩自己的角度去如何学会让自己去感受到自己想去上厕所，然后去跟成人来沟通，然后最终去实现戒尿布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对，它的核心思想就是说一切都顺其自然，发其自然，让小孩就可能模拟别人的这种行为以后呢，然后自然而然的他就会去做这个事情，就完成这个事情。对，但是我们也是还是像刚才说的，的确有点着急了，因为燕燕要去公立幼儿园了。另外的话，我们也是感觉到有一点同辈的压力，觉得那个班级里面大部分小孩都已经，或者绝大多数小孩都已经戒了尿布了。其实之前呢，我们也做了很多准备和尝试，我们也给燕燕买了一个小马桶放在家里面。就是刚开始的他比较新鲜，他觉得是一个新的玩具，他就跑过来去尿了几次。后来呢，他就不愿意了，他就觉得没意思了，他就不愿意到那个小马桶里面去撒尿了，他还是喜欢尿在尿布里面。另外呢，我们也给他去读了一些绘本啊，有一本挺好玩的书，专门就是说告诉小孩撒尿拉屎是怎么回事。有一页燕燕特别喜欢，就是说那个终于在马桶里面便便了，他说叫 Tinkle Tinkle Too I did it。挺好的一本书，然后燕燕很喜欢。但是就是这个概念他已经学到了，但是只要是下一步就是说怎么去做，他有意愿去到马桶里面去真正的去上厕所。那具体呢，我们觉得着急了，我们决定真的是有必要让燕燕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学会。所以从圣诞节结束以后，从过了新年以后，我们就开始正式的操作这件事情。我们觉得真的应该让他尽快的戒掉尿布，学会到马桶去上厕所了。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每天都有几次让他必须到马桶里面去尿一下。比如说你要想看电视或者干什么的话，你必须去尿一下。然后你不尿的话，我就不给你开电视看电视。那最开始的时候他也是反抗的，他也哭的时候我们就不管他，那你
什么时候尿了，我们就给你开电视。对，那就这个开头还是挺困难的，他还哭了几次，但是开头我们坚持了，所以他就开始知道 OK 我们必须要去上马桶去尿尿了。对，主要是让他养成一种去那个小厕所撒尿的一种习惯，让他有这么一个意识，让他不再去抗拒这种行为了以后，他慢慢的其实他熟悉了以后啊，习惯了以后，就有些事情就好办了。然后之后呢，是我们周末在家的时候呢，就不给他穿尿布，也不给他穿内裤，然后他还挺开心的，他就老说 tinkling 他说那个就有点痒。对，小鸡鸡在那裤子里面蹭来蹭去的，他说 tinkling 有点痒痒的，他觉得挺好玩的，然后他就不在白天在家里就不穿尿布，也不穿内裤，然后呢，他最开始的时候他是尿到裤子里面了几次，因为他还不习惯，之前的习惯就还是说有尿就直接撒了，他还想不到说我要去马桶，或者说我要憋一下。对。但是几次了以后呢，他就习惯了，他说啊，后来他就有尿了，他就我要撒尿，他就直接跑到马桶里面就撒了。对，所以这个过程还是学得挺快的，有差不多1-2天的时间就已经习惯了这个过程。对，他主要是那个裤子尿湿了以后，他就不舒服，一不舒服这个感觉，他立马就能够迅速的联想起来，哦，那我得要到那个小厕所里面去尿尿了。对，然后之后呢，就是小便嘛，那大便的话，瀑布的话，那他就最开始的时候也是还不习惯，他也到尿裤子，拉到裤子里面那几次。对，老师之前给到我们的建议呢，就是说你不要给他压力，然后呢，你就也不要用贿赂和惩罚的方式，就不要给他压力，因为他说这个小孩他自己能独立的上厕所就是一件很 rewarding 的事情，就自己会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就有点着急嘛，又开始贿赂他，我们说你要到马桶里面拉屎，我就给你买一个新玩具。那时候他说他最喜欢的玩具是一个 tank truck， 就是一个油罐车。我就说你到马桶里面拉屎了，就给你买一个油罐车。对，而且我们那个油罐车其实都已经买过来，然后让他看见了，但是就不打开给他玩，然后就提醒他说，哎，只要你拉屎成功了，那个油罐车就是你的了。他看到那个油罐车以后，动力就更强了，然后这种采取的实际行动就更容易一些。对，然后有一天他终于是跑到马桶里面拉屎了，然后就自己特别开心。他说啊，我在马桶里瀑布了，我要抓住油罐车了。他说拿到玩具，他就说我要抓住什么东西了就他说要抓住油罐车了，他就特别开心。燕燕，是你玩的是什么呀？你是怎么拿到的啊？瀑布在哪里瀑布啦？马桶里面。哦，耶！哎呀，然后这是在家里面去能够成功的撒尿和拉屎在马桶里面，然后之后下一步呢，那就是说到学校里面能够上厕所。那学校里面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给他穿了一个那种正式的小内裤，然后也跟老师交代好了，说我们在家里面基本已经训练成功了，到学校里面老师也帮助我们继续这样的努力。但是最开始的时候他还是对不行，比较抗拒。对，因为学校的那个厕所是一个新的环境，而且学校的那个坐的那个便呢池也相对比较大一点，他其实是坐不稳的，所以他就有点害怕，也不习惯。最开始1-2天，或者说最开始3-4天吧，我早上我都会直接陪他一起在学校的那个厕所里面坐着，然后他呢也把裤子脱掉，然后就坐到那个小便池上，不管有没有尿啊，或者不管愿不愿意上厕所啊，没关系，反正我们就让他在那坐着，让他习惯那个环境和他那个坐便的那个工具。然后完了以后，久而久之，哎，大概有那么2-3天或者3-4天以后，他就可以很顺利的开始小便了，在那个里边。但是呢，就是拉屎这个事情还是又过多了，可能有2-3天以后他才习惯，然后才成功的。但是这个过程还是挺快的，好像1-2个星期之内就已经非常熟悉，然后非常习惯了。
对，还是经历了一两个星期的。最开始那2天，我记得他都是有尿都会撒到裤子里面，对，有一天好像有3、4条啊， 3、4条内裤都是弄湿了。好像是的。之前准备的内裤都不够了，后来又不得不买了一批。对，然后我们觉得也有点就觉得好像挺有挫败感的，不知道怎么办，跟老师说，老师说给他1个星期的时间吧，就对，这1个星期如果实在不行的话，那我们嗯哼，就只能再换换尿布，再从长计议了。对，结果这1个星期他其实基本上就已经习惯了，至少是撒尿他已经至少是撒习惯了。尿可以了，对对，所以进步还是非常快的，我觉对，得。好像从第2个星期开始拉屎，好像是从第2个星期开始对，可以了。对对对。对，所以就是有时候我觉得小朋友这个 party 老师的指导方针当然是对的，但是我觉得有时候轻轻的 nudge 一下，给小孩以一些就是诱导性的一些方式啊，或者鼓励性的方式啊，能够更快的加速这个过程。对，我觉得也是，这个适当的去推一下，push 一下，好像也是挺有必要的。对，那然后就学校也成功了，家里也成功了，那接下一步呢，就到公共场所的厕所去撒尿和拉屎。对，最开始的时候他也不行，就是对上那个有一次去公园，他就说想撒尿，但是带他到那个公园的厕所里面，他就死活就不愿意。对，他特别害怕，因为是一个新的环境嘛，然嗯后怎么诱导他，怎么就是威逼利诱都不愿意，结果没得办法，他就憋着，然后回家以后，才成功撒尿，还好那个公园到家里边也挺近的，不到10分钟吧，我记得。然后大概在上个星期的时候，我们去了一个社区公园，对，市中心的一个公园是吧？对，市中心那边那个Mission Valley 那边那个公园，然后他就成功在里面撒尿了，也拉屎了，好像那次，对吧？对。然后，所以这也算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里程碑啦。然后就可以成功的在公园里面撒尿、拉屎，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公共场所的这个马桶里面，厕所里面。我发现一个什么规律呢？就是厕所里面人比较多的时候，他通常就比较害怕，一个是害羞，也比较害怕。然后如果说比如说那种在外面的那种小便池让他去撒尿，他就觉得害怕。然后后来我说我给你挡着，在外面给你挡着人，然后他在里面就自己就相当于一个半封闭，给他提供一个半封闭的这种场所，他就可以后来就尿了。OK，在之前在那个公园里面，它有一个封闭的隔间，就是我们可以跟他单独进去，他就觉得有一个比较安静的、比较没有那么多人的环境 OK，他就更容易能够自己的去独立的去完成上厕所这件事情。那第3步也结束了，公立的这种公园的这种厕所它也可以用了。那还有最后一步呢，就是晚上在家里面尿的事情，就是后来我们也不给他穿尿布，睡觉的时候也不穿尿布了，直接让他穿一个内裤，然后尽量提醒他睡前的时候去尿一下。但是好像他也没有尿床几次，好像就尿床了1次或者2次，我记得。2次2、3次吧。昨天晚上还尿了一下。OK， 昨天晚上是因为给他喝奶了，睡前。对吧？是的。然后喝完奶睡前好像也没有叫他尿一下。尿了，我让他尿了，然后就是喝水喝太多了，喝水有点喝太多了，但是通常来讲他就已经不尿了。然后尿的话，他好像也就尿一点，就把那个裤子弄湿了，但是没有床铺一直都没有湿过。OK， 就晚上睡觉这块也还 OK 吧，我觉得可能还是慢慢的，对，还需要再进步一下。但是我觉得在过去的这1、2个月进步非常明显。对，就是说我觉得我们经过从圣诞节结束到3月中旬这2个多月的时间，基本整个接尿布这件事情就算成功了，我觉得是。对呀，因为在家里面都可以，在学校也可以，在公共厕所也可以，然后到这晚上也基本也问题不是很大了。对，然后上个星期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他自己擦屁股了。自己擦屁股了。不知道有没有擦干净。我就不知道，反正我本来说，我说你要我帮忙吗？然后他不用，然后他就自己扯着那个卫生纸自己擦掉了。OK， 好吧，那自己能擦屁股那就更省事了就。对呀，就是。
所以整个这件事情做下来，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说老师说你不要着急，不要 push， 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是有必要去 push 一下。对，就稍微就主要是鼓励一下，诱导一下，轻轻的纳几一下，就可以了。对，我觉得这可能也涉及到这种不同文化的这种教育的理念嘛。那你可能美国人就觉得可能以人为本，从小孩这个角度出发，但是我们这种亚洲的家长可能还是这种，我们虽然说不做虎妈虎爸，但是本能的我们从那个文化习得的那种习惯，可能还是想去push一下，去推一下，想让他尽快的去完成，可那个我们也更容易的去感受到这种同辈的压力，觉得其他小孩都戒了，他为什么不能戒？我们还是也挺着急的。对，是的。所以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了燕燕戒尿布的故事，聊了一下我们的做法，老师给我们的建议，我们的做法，然后以及我们的一些感受吧。那这也反映在教育小孩这件事情上一个总体的一个思想。那我觉得观众朋友，你们是的教育方法更倾向于是一个美式的一种教育方法呢，还是中式的一种教育方法？是更多的去 push 小孩吗？还是说更多的让他独立的去发展？那也欢迎留言跟我们讨论。OK， 那今天就到这里吧。好的，那谢谢您的观看，拜拜。拜。感谢您收看我们的视频。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请您点赞。如果您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欢迎订阅，这样 YouTube 算法就会把我们的视频和频道推荐给更多的观众。您的点赞和关注，我们全家都表示衷心的感谢。耶！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